太白，臣在，宣杨戬。二郎险胜真君，接旨。二郎神，大胆妖猴，还要我再抓你一次？杨戬，你在逆天而行。等不是西行成佛，反要斗上天庭，冒犯天规，意图挑衅我天庭威严，罪大恶极。散仙张伟，纠集天庭贬落之神，公然藐视神权法度，意图对抗天规，该当何罪？天条天规，无非是惩罚心有不服之人，屏障顶罪之人，族群弱势之人，却不反而身居高位之人。天规不公，便废天规；天庭不公，便反天庭。放肆！四大天王何在？速速施展手段，捉拿一干天庭叛将！这四人竟有如此神通，即便四大天王轮番施法，却也是僵持不下。巨灵神何在？巨灵神在此。来得好！区法天象地，莫非真以为我不会？猴哥！嘿嘿，不会就躲，硬装什么？如俺老孙不来，你当如何？齐天大圣在此！法天象地，雕除小计。这妖猴天王府玲珑塔，追！拿上天王府，锁住他，不要让他接近三太子。查。休想！烧向33重天外。不好，哪吒的三昧真火正在烧向天宫。这就是能拿下玲珑塔，做得好，老弟。二郎险胜真君，接旨。这是二郎神，大胆妖猴，还要我再抓你一次？
杨戬，你在逆天而行。问，逆天而行的是你们？逆天而行，听着多么痛快！便随我们逆天而行，如何？下面为何如此吵闹？张白忍命中有此一劫。三界闹到如此地步，倒也耐人寻味。那便容我扭转乾坤，同师兄再看一看。数年未见，师弟已可扭转大道因果了吗？不过倒流光阴罢了。天地有节，岂敢强改因果？师弟请。请。修士渡劫飞升后，需在天门外等待分配岗位。下一位，散仙张伟候补期满，由散仙升为地仙位格五指山土地。五指山土地，那他妈能是个常设岗位吗？听着像是顶雷。这次升职本就是雷，怪你运气不好。上仙，我这个岗位他能干多久啊？要是万一有一天他没了，哟，消息挺灵通啊！当初不想着使劲儿，现在努力来了。晚了，没了就重新排号。我排了80年啊！不由天。我命由我不由天。大圣，都喊500年了，休息一天吧。难道不喊就出得去？大圣不喊未必出不去，但这么喊是一定出不去的。这个新来的小土地说话倒有点玄机，你给俺细说。大圣，我也是顶雷。我听说阎王告诉孙悟空，你烧了80册生死簿。呸！我花果山的猴子再多，也写不满80册生死簿。哎，我们这些屏障顶雷之人要这么回复，再关你500年，你也出不去。小土地，那你意思是？上面说您吃了9万9千斤蟠桃。是啊，我是大胃袋。老君那里说是丢了7800枚灵丹。是啊，我身子虚，补补。上面来人问您也这样说，以后给你的文件你就签，给你的账本你就认，我保管您今天点头，明天就出山。啊？认了罪，上面反而会放过我？哪能啊？凭您的背景，那还得给您安排历练，设法镀金呢。下放历练完，您太乙散仙的位格就得到太乙金仙了。就这么简单？举头3尺有熟人，体系内办事都是这个原则。大圣只需要注意，给您历练时表现的抗拒一些。这也有说法？让领导有把控一切的感觉，才能方便大圣日后展开工作嘛。那我不成跪着干活的吗？猴哥呀，跪着能把事儿办了，不寒碜。居然有这么多细节！在遇到你之前，我简直是在乱当官。小张啊，大圣，这俩字可不兴说啊，那位可也姓张啊。明白，没留神。阿伟啊，我的意思是，俺老孙走后，这五指山土地大概是没了，你可有去处？小神不似大圣，没人举托，否则也不至于顶五指山地仙的雷。您走后，我恐怕要降为散仙。不行，怎能因你点醒老孙，耽误了兄弟前程？来人，俺老孙有事交代。小神见过大圣。听好了，这张伟以后是俺的兄弟，你们怎么做事我不管，但他之后的职位……刚下来1天就有了大圣的关系？什么？怎么？我说话不好使？大圣发话，我等明白。地仙张伟现调任上界，升为天仙位格，去处未定。
上仙这么仓促，是不是得报备一下？大圣哪怕是虚职，那也是正天级的虚职，且大圣府还在呢，人家是留职察看，又不是革职代办。收拾收拾，准备走吧。猴哥，我走了。老弟，路上小心，等俺出山便来寻你。新来的，听说你是托关系进来的。我就瞧不起你们这些走后门的，一点薄礼，多多关照。这么懂事儿，就该你走后门。新来的很会做人嘛。听说是齐天大圣的晚辈。来吧，我带你熟悉差事。咱们南天门的情况，大公没有大过没门儿，妥妥的铁饭碗。猴哥的关系还是硬啊，而且这傻乎乎的上司还好哄。道友，大圣的关系够硬，但大圣的关系也不是谁都能受得起的。都说你是屏障大圣门下顶雷小圣啊！南天门轮值天兵听令，末将在，立刻下界捉拿要犯沉香。为了避嫌，本座不便出手，但尔等千万不要因为他是我外甥，玉帝是他舅老爷，就手下留情，一定要公事公办，明白吗？末将领命。人呢？刚刚这么多人的。刚刚全都请假了，说是洞府里着火了。这帮人泼天的功劳都不会把握，烂泥扶不上墙。阿伟，走，跟我去立功。这你也去？你虎啊？咋了？我是属虎啊。尹天将，别急，捉拿这人是护非佛。为何？沉香自姓刘，但他妈姓杨，跟王母同姓，您说巧不巧？这竟恐怖如斯。我们大圣府出来的，别的不会，就会顶雷了。我来吧。太仗义了，哥们儿。这可不是仗义，这叫人情世故。事情办得如何了？在下领旨前去，但修为浅薄，让他逃了，还请真君责罚。废物！连个凡人都拿不住，真是败坏天庭的颜面。就你这等散仙修为，也堪数位天门，简直就是笑话。饶命！服下此枚金丹，可度长100年功力，望你勤加修炼。下去吧。啊，这当时的危急不亚于500天前大圣那次闯门，真君的大手都举过头顶了，立马就是8、9玄功，法天象地。就这，让他逢凶化吉了。厉害，厉害，厉害！真君赐药就该落你嘴里，旁人羡慕不来。还等什么？早日服用了吧！这枚仙丹至少增加100年修为。银队年轻了，真君赐药可不简单。你又有感悟？凡间100年勤练，还需天才地宝，气运加身，方能筑基。这枚丹药落入凡间，必能引起人间浩劫。可在座同袍，哪个不是千年大妖成仙？这枚丹药，它能是给咱吃的吗？阿伟，你这意思是？是时候执行真君法旨，下凡抓人了。你就是沉香，拿着。对，敢问二位是？你舅舅的人。顺便问一嘴，谁是刘彦昌？二位是阿禅的亲戚吗？他妈问你了吗？也就是说，尔等本想戴罪立功，捉拿沉香，却一时大意，不仅让他逃了，我赐给你的丹药也弄丢了。回禀真君，属下无能。打刘彦昌那段细说。刘彦昌非但不投降，还胆敢向我等还击，我无奈还手。打死了吗？没。废物，修为低下，鲁莽行事，罚你担任天兵队帅之职，戴罪立功。退下去吧！你，就该你生，就该你生！天兵张伟机智聪慧，缉拿要犯时屡立奇功，现升为天兵队帅，赐天兵司令旗一面。3天升2次，又是一个关系户。真是舍得，天兵队帅加上天兵司令旗。怎么，这个队帅很牛逼吗？天兵队帅已不是简单的天仙，是有10权10职的护法正神，肩负斩妖降魔的职责，而且通过不断积累战功，可以晋升为旅帅、校尉、都尉，从此步入天将的位列。南天门哪有妖魔可斩？
且我一个小小的天仙干得过吗？这就要靠天兵司令旗了。天兵司令旗又被称为天降候补旗，黑白两道，见其先进3分。原则上来说，以有关部司的办事效率，关系不硬是拿不到的。这其实是一道法器，所以说你小子算是有人罩了。头，大事不好了！毛毛躁躁的，这么紧张干嘛？还能有人打上南天门了不成？头，你怎么知道？确实是有人单枪匹马杀过来了啊！应该不是大圣吧？外面何事嘈杂？回禀真君，南天门那边又有人打上来了。哼，那猴子又来了。不是，是个凡人，好像叫沉香。他怎么上来的？哦，你把人家爹揍了，还给了颗筑基的仙丹，就没人拦一拦吗？巨灵神呢？真君呢？上一个打上来的是大圣，拦不住。再上一个打上来的是真君自己。1个月就几百灵石，玩什么命啊！这群坏人，我今天讨回公道！大胆！区区一介凡人也敢在南天门外喧哗！你个小瘪犊子，看我今天不把你！小沉香啊，你是怎么上来的呀？我自己飞上来的。不错，不错。那你可知这里是哪里？我是谁呀？我知道这里是天庭，你是二郎神，但是我不怕，我要为爹爹讨回公道。放肆！我还没找你爹讨说法，他竟让你来讨说法了。今天休怪就，本真君无情，让你见识见识3尖2刃。不好不好，太锋利，容易伤着孩子。试试我的开天神。不对不对，之后还得送给他用，会露馅儿。尝尝金公营，不行不行。你就不紧张吗？我紧张什么？事情闹这么大，能善了吗？要知道，你放的人，打的他爹，给的仙丹，报的真君名号，现在真君亲自善后，你就不怕追责？要相信领导的智慧。有了，让你见识见识我的挥天披风。真君祭炼的新法器。不，那是哮天犬的小面背。啊！知道我的厉害了吧？哎呦，小沉香真厉害！好了好了，回家吧，别耽误了晚饭。好，我回家吃饭了，舅舅再见。这就完啦？不然呢？都是一家人，你还想见血啊？只有一个姓刘的黄毛站到这里会被打死，其他人……你跟我过来。你说沉香一介凡人，如何习得了上乘的剑法神通，又怎么会的身法？到哪里学的腾云呢？属下该死，未曾想过这小孩如此聪明伶俐。之前和其交手之时，居然让其将我一身武学尽数学去，只能说其天赋超然，不似凡间绝色，自成仙家气象。我猜他定是出身显赫，仙门贵胄，否则……说的也有道理。既然如此，我亲自传你一些凡人炼体的口诀。在下是凡人修成正果，这些都曾学过，也已被他学走了。你这小将可真让我欢喜。这样，我教你一套家传技法，回去好好教导。教训沉香。小神定让这后生知道显圣真君的厉害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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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波稳了。也算是让你小子在真君那儿混了个脸熟。真是没想到你上午调任，下午调令就来了。真是上面有人好办事啊！这一般可得10天半月的，毕竟下凡可是好差事。有什么说法吗？在上面你叫我看大门的，我不挑你理；可真下了界，你叫我什么？
老天爷显灵了！这小子他不傻。伟哥，苟富贵勿相忘。哎，同道，权力大小那都是为天庭服务。你给真君来事儿的时候，我可看不出你这觉悟啊。大人，我太想进步了。不过你想进步的话，这调令地点怎么不在刘家村？我也想去，但狗爷让我往后稍稍。那不废话吗？吞日神君早就在刘家村蹲点了，你过去吃屎你都争不过人家。可不咋的。不过这地方也不错，是个镀金的正经去处。我记得几天前还通报过的，疑似有几个不大不小的鬼怪盘踞。兰若寺吗？不知道那几个女鬼还在不在？快看，天降祥瑞，有仙人下凡！我未来的道场还真是破败不堪啊！先看看女鬼们可不可爱。谁呀？小生乃前去进京赶考的书生，路过此庙，想借宿一宿。我们是附近大户的小妾，闲来拜佛祈福。如若公子不嫌弃，便一起同住吧。屋里宽敞，办事也方便些。干嘛放进来？感觉不好惹。暴躁点的书呆子罢了，能有多厉害？今年恩科下半年，现在赶考，你觉得正常吗？虽然此人相貌平平，但我观其气度不凡，大概率有修为在身。能有多大修为？难道比姥姥还大？你真是年轻死得早，胸小又无脑。公子路途遥远，何不让我为公子捏捏脚？你不会是妓女吧？公子说笑了，我是附近地主家的小妾。那你总不能让我昧着良心说你是良家妇女吧？妾不卖身，这其中有很大区别。区别在于他们是分期付款，而你是终身买断，支付方式不同，性质大抵相似，你不觉得吗？阿姐何必多费口舌？分期也好，买断也罢，你只要不欠债就好。哎，你要干什么？没反应？难道公子不好色？未必，可能他比较喜欢被动。既然喜欢被动，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我也喜欢。别碰那边！把妾天兵失令。天色不早，公子还是早些歇息吧。我们家里还有事，就先告辞。现在想走？爷啊，我还是喜欢你们刚刚桀骜不驯。放手！你再不放手，我就要喊人了。你可知这里是谁的地盘？不要以为有点道行就可以放肆。坐镇兰若寺的可是号称1000年修为、金丹期的树神姥姥。1000多年才修到金丹期，这不是残废吧？放手！此地方圆百里的妖王，甚至黑山山神，都与我姥姥交情匪浅。哦，是吗？你若识相，现在跪下赔罪，或许还能留个全尸。我全尸？别犟了，虽然难以置信，但他确实没骗你。我看你这么有恃无恐，想必刚刚那件令旗是宗门长辈赐予你的护身法器。姥姥在兰若寺已经盘踞数百年，想要降妖除魔的名门正派数不胜数，最后都是无功而返。你面对美色坐怀不乱，可见其心智坚定。哼，对我等小鬼也没有痛下杀手，可见还有些良心。啊，对，趁着姥姥还未察觉，你赶紧走吧。你疯了，放他走，我们免不了一顿打魂鞭。他法器厉害又如何？还能比树老背后的山神更厉害吗？原来如此，难怪真君会选这种孤魂野鬼、妖物聚集的阴邪之地给我做下去。原来大功劳在这里。作为清微玄门弟子，怎可知难而退？带路，我要除魔卫道。啊！真带他去？是他自己活厌了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不怕死的东西！你们这姥姥真这么厉害，为何还需要凡人阳气呢？为了修炼？没错，姥姥为了偷一滴斩龙台的龙血，被凡人重伤，如今还在继续阳气旺盛。斩龙台、凡人、龙血，那凡人姓魏吧？你怎么知道？
龙胎龙血，凡人魏征，大概是泾河龙王被斩。也就是说，唐王就要向西派遣取经人了。猴哥终于熬出头了。没想到清威盟的杂鱼还有活着的。不好，他发现你了！有没有那么厉害啊？让我试上一试。看你是个好人，跟我走。逃吧，你不是对手。往这儿走，能离开兰若寺。既然我不是对手，你帮我，不怕被责罚？我们落在他手里，早已万劫不复，无需挂念。若日后想要报答，就点一炷香，插一朵花吧。要不要先出真身呢？小心！贱人，你……我可不是救那臭男人，是怕你魂飞魄散。姥姥饶了他吧，那小白脸长得好看，他被那臭男人迷住了。你们两条吃里扒外、不听话的贱婢，也配说这种话吗？倒是你这条杂鱼，死到临头了，还无动于衷。先吸干你的阳气，让他们好好看看。不对，这阳气怎会如此充裕？不好，是飞升大佬！飞升大佬，快走！哼，下界小妖，真不知青天高，皇帝厚。我自斩3尸，以武道修成正果，能让你跑掉，我便白飞升了。还不速速现出真身！法身如此弱小，果然是受了重伤。你什么人？知不知道兰若寺800里黑山有地仙撑腰？继续说，我在听。是哪位地仙？下界法宝以天地玄黄分起，我虽认不出这令旗来路，却也看得出这不在4级之中。难道是上界仙宝？莫非你是？按理说，你这个级别的妖怪还不配问我身份。我乃天仙下界，即日起担任此地守护大神，职责便是镇压尔等妖魔。竟是真神下界，我完了！欢迎天神下界。天神高高在上，决策往来怠慢，却忘了天上1天，地上1年，所以天下正义总是迟来。凡间游魂，受苦良多，城隍归位，护尔等往。显圣真君在上，小神张伟，交令复命。说，此番下界，末将度化兰若寺1008游魂，解数万冤死男星怨念，同时收服柳树精、厉鬼数10名，听候发落。对首恶严刑逼供后得知，其背后靠山为800里黑山山神。末将本欲当场缉拿，但对方闻风而遁，此乃末将办事不力。办得还行。真君向来挑剔，能得一句还行，倒是不易。还有事？这个真君面前，但说无妨。兰若寺一案，前后绵延人间数10年。末将翻阅卷宗发现，天庭调令若早到3日，便可少死数千人。末将以为，天上1日，地上1年，司法调度稍迟半日，凡间便是数月煎熬。你有意见？这个，末将斗胆，建议分管凡物的天神不必久居天庭，常驻凡间，就地决断。天庭天仙大多有散仙、地仙升任，既从凡尘中来，理应往凡尘中去。放肆！
一个小小队帅，杀力大的小神也敢妄议天庭惩罚，简直目无法力。哼！你既在凡间已有部下，即日起调任女帅。黑山山神不是跑了吗？去把他捉回来。捉不到，就不要来见我。末将领命。老大，那小子话虽莽撞，倒也不曾说错。我气的哪里是他，连芝麻大的小神都能说出口的话，我这个司法天神却不能发一语。老大，要不咱回灌江口吧？天庭的虚与委蛇，人情权衡，弟兄们这些年也应付够了。还不到时候。孙悟空尚未出山，哪吒还压在塔下，地仙各自为阵，仅凭灌江口，孤掌难鸣。敖王那边已有动静，西行之意将定，西行人选上面可有定数了？上面还在权衡扯皮，不过佛门那边必占一席。一佛一道，这两席从布局那日便已定好了。属下听闻紫微宫那边近来也有些动静，寺狱也有动作。斗母元君亲自过问，第3个位置要落在紫薇大帝那边。5去其3，还剩2个。属下还听到一些风声，妖族那边此番怕也不会安分。妖族是。西行之路贯通3界，妖族若能塞进1个人，便是天大的机缘。只是妖族示威已久，他们若要讨要名额，只能求人，求来求去，大致会求到瑶池去。的确，那边无人可派，正需有人投诚。那最后一个位置呢？哼，最后一个，孙悟空漏了法天象地的神通，大家又不是瞎子。最后一个名额，陛下，李世民早有遣僧西行之意，卷帘大将已在流沙河纠结取经之人。名单不可再拖。西行只要是由金蝉戴罪参与，其他人选佛祖并无授意。陛下，卷帘大将戴罪已久，且九劫取经人杀孽难免，可参与此行，已赎前愆。准。禀陛下，斗母元君圣尊钦点紫薇大帝座下4圣之首天蓬戴罪参与。可。禀陛下，西王母希望9尾妖狐戴罪参与。陛下容禀，此行乃是触犯天条之神历练赎罪所用，妲己于封神之时有功无过，瑶池众神是否另有候选可供参与？可由西海龙3太子敖闰戴罪参与。瑶池和妖仙竟有联系，意想不到。赵准。禀陛下，最后一人镇元大仙和菩提祖师的意思是黄石公务律。至尊早已允诺，孙悟空的神通一看便知路数，此行初定之时便已定其次序。人选已定，就这样办吧。张伟听宣，显圣真君口谕黑山山神潜逃，山神一职暂由你兼任。考虑你辖区广阔，破例给予招揽部下之权。你现在是守护神兼山君土地，好大的排场。不敢。黑山800里怨气冲天，不知有多少凶祸要镇，冤魂要渡。往后还要仰赖阿姐照应。你刚来天庭，哪来这么多供奉？搞这些人情投资，在天庭生存
没人照看步步艰难，当然是预支小戴典当身家财产。原来你不是关系户，看来大家都不容易。我提点你2句，招揽部下乃是天兵校尉之实权。你若能收服此地妖怪，平了怨气，除掉黑山山神，真君便有理由将你升到尉官。多谢阿姐提点，望你一切顺利。我再问一次啊，你们真的不想投胎，想要跟我混？愿随仙长休息。我的道场正缺一个神使，一位4成，就收留你2人便是。至于你2人身上的邪祟怨气，待我施法化解，再造肉身。好了，你俩肉身已经重塑，在寺里做个童子，努力修行吧。去这寺，恢复到被你们祸害之前的样子吧。还有我，少仙，小妖有眼无珠，先前多有冒犯，我也愿为大人效力。我乃天庭护法正神，确有扩招部下之权，只看你想不想悬崖勒马。大人的意思是？虽然斩仙令还未发布，但这黑山山神苍梧，我要知道他的下落。你若顾念旧情，我也敬你重情重义。行，小妖已弃暗投明，小妖一定重新作数。搞乱我辖区的元凶，你倒走运，自己的坑自己填吧。我的伤全治好了。真是考鞭一念起，顿觉天地宽。弟子大限将至，这太上长老垂怜，特算转世方位，重修再护宗门。卦象已变，云霞宗主破散于青微后人。不可能，青微玄门早已被我云霞宗灭门。青微玄门的掌门、长老、真传弟子，哪一个不是死在本座手中，骨头都烂在血河里了？哪里来的青微后人？总不能是灵尾真人显灵要杀我吧？他若有灵，本座屠他满门时，怎么不见天雷劈下来？弟子所求不过是转世重修，还望长老成全。道友，生死皆有定数，天不收你，并非放狠，而是等我收你。潜入这里，却非等闲之辈。修炼本就逆天而行，不经天劫，又怎知修的是大道？不知道有出自何门何派，师从何人？不如今日一起坐而论道，也不失为一桩美谈。受天条因果引导而来，就是你要找的青微后。来得好！居然孤身送上门来，闯入我云霞宗府邸，这就送你去往血河，与你宗门亲朋好友同居。你这点微末道行，应该不是我要找的人。不对，起炼100年的血河，还未施展开就被化解。不过你已恶贯满盈，遇到我，也算命中有此一劫吧。这等法力，你究竟是谁？长老，此人是谁？他是谁？这些对你来说也不重要。一个小小的化神修士，身上的因果竟与地仙有所关联。不见了，另一个也不见了。那么，应该是你指使他屠我旧时宗门，引我现身的吧？他与我恩怨已清，但你我之间似乎还有孽缘未尽。你可尽情掐算因果。
你笃定我算不出，我便不算了。看来你也是不沾因果之身。我那些凡间亲朋还没资格与仙家结仇，所以你的目标一直是我。但飞升之后，我从未得罪过任何仙家，也就是说，过去、现在与阁下都没仇，那就只能是我未来的敌人。以果推因，未来之仇提前布局到现在来报，如此操弄因果，想必阁下也在天仙之列。而我未来可能会对上的天仙，只有一个：黑山山君苍狐。竟能以未来倒推回现在，精彩！不愧是显圣真君眼前的红人。动手吧！我的头要裂开了！救命！救命啊！别看了，都别看，闭上眼睛！天下一波结束了。你们不常杀人吧？说实话，我们这些从凡间一路砍上去的神仙，来到天庭之后，才知道杀人犯法。和你们这些生来就在天上的神仙相比，我等身上杀气太重。你等什么？等我动手？既然你未来成了天仙，那就代表现在无论我怎么动手，也杀不了你。既然如此，不如放你一搏，留个人情。但是，天仙的位格动不了你，不代表金仙的位格动不了你。只要我上去认个错，不要这个功劳，自会有其他神仙接受。只不过这样对你我而言是双输的局面，不妨我俩找别的方式解决。什么意思？亲不亲，接几分。你不过打个烂工，我也只是打个。恭喜，以后就得喊伪天将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伟哥真是能人，从守门天兵晋升任卫官，竟能如此神速。毕竟是真刀真枪从下面飞升上来，真是后生可畏。伟哥之后就是天将了，可不要忘了我。凡人升仙无根无据，天上地下都是举步维艰。这一次下界，天上不过一日，地上却已然1年。但凭怨气，除妖神，镇鬼怪，渡冤魂，其中艰险困顿，难为外人道也。肯定又是偷奸耍滑、投机取巧。是真的历经千辛万苦。你投降，然后走个过场。我对外声称，已经亲手把你封印了。你可以继续在黑山地界逍遥。来人询问，你知道怎么回话吧？我被你镇压，在此潜心赎罪，但这样
真的行吗？你通晓因果，自知未来会升入天仙，眼下除了死，你什么都不怕。让我当做功劳上报，总比招来上仙，震得你魂飞魄散要强吧？苍王，你也不想落在金仙手里吧？这叫智取，宝贝。这次在下面降妖，也给各位带了点土特产，银队给大家伙分分吧。啊，伟哥太会办事了，就该伟哥升。这是新来的天将吧？还挺受欢迎的。回禀真君，许久没有凡间散仙飞升了，骤然上来一个，大家觉得稀奇罢了。能从凡间举霞登仙之人，想必也是战力不凡，道法精妙吧？那可未必。此人八面玲珑，油滑狡诈，和真君想象之中相去甚远。倒是极少听你如此评价一人，是对他有偏见呢，还是关注过多了？凭属下对其了解，此乃中肯评价。无妨，知道你们有交情就够了。属下不敢。真君尽可吩咐。张伟，借一步说话。常仙子有何指教？这里都是自家兄弟，但说无妨。私事不方便。常仙子请。有件事情需要你帮个忙。不帮。我还没说是什么事。常仙子可能不常求人，所以不太了解。求人这个态度啊，它是有讲究的。好，张伟，我有一事相求。尾收的太急，显得诚意不够。张伟，我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，可以吗？眼神不对，求人呢要看着对方的眼睛，显得真诚。张伟，我有一事相求，劳烦您帮我一个忙。这样好多了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广寒宫的太阴真君托我去传一道令，但这件事不方便由瑶池仙子的身份办，所以想问你能否代劳？不帮。欺人太甚！都这样求你了，你还敢拒绝？常仙子，可能你对这个社会有什么误解，以为只要有个求人的态度就能求来帮助。今天呢，就当我义务教学，教教你什么叫社会的运作规则。没什么别的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常仙子，回见。不答应，还想走？答应还是答应？常仙子，杀神仙犯法，这规矩我还是懂的。有本事你在南天门里把我打死！来，你打，往这儿打。这拂尘是个好东西，得找机会弄过来。不妨答应人家嘛，都求到这个份儿上了。见过大圣。猴哥，恭喜出山啊！老弟，好久不见，俺老孙方才瞧着这么貌美的仙娥求你办事，你怎么还这般不识趣？猴哥有所不知，这其中的厉害。需要有人去对接，但又不方便让瑶池的仙子亲自去，这意味着这件事不能拿上台面，没错吧？再说我是司法天神一系的天将，瑶池那边走司法天神的流程，把任务派下来给我，才算正经差事。瑶池绕过了显圣真君，不走流程，私下给任务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这个雷连真君都不敢顶。我一个小小的卫官，
可没人帮我担责。长仙子，我没说错吧？我自己能担责。你担，咱俩绑一块儿，分量加起来还不如狗爷一根毛，担个屁的责。这事儿我不碰，我要是碰了，咱俩都讨不了好。看来这事儿，俺老弟还真帮不上忙。好，那我自己想办法。其实也有办法。有办法？什么办法？大要是以大圣府上的名义向司法天神殿借个人，那事儿自然就算在大圣府。这种事儿我们一直比较熟练，所以只要猴哥愿意帮这个忙，好说好说。大圣在天上人缘好，真不是假的。不对啊，猴哥，你这会儿应该在护送那秃圣僧嘛？怎么出来了？哦，那老和尚把我赶走了，正好旷工几天歇歇，反正那老东西不死就行了。这样啊，才到大圣处6根这一难。要是以大圣府上的名义向司法天神殿借个人，猴子问我借人，借谁？新进的小将张伟。张伟？谁？那个新来的小将。他会办事的消息，连猴子都知道了。不借，借债容易收债难，何况是借给猴。那人我还用着呢，不借。真君，大圣在天上的人缘，那可是……人缘好怎么了？说了不借，这人我挺喜欢。真君，其实正好可以靠他跟大圣府联络起来，这也是在用他。也好，让他去吧。妥了。瑶池多谢大圣，小仙这里要告辞了，我等先去西海龙宫。不忙不忙，俺老孙正好也要去西海走一趟，跟敖俊那老龙王叙叙旧。长仙子，到底是什么任务？瑶池那边谨慎成这样。通知西海龙王三子敖烈，前往指定地点，等候取经人同行。就这，有何可怕？这个事关瑶池隐秘，不方便讲。猴哥，你听听，人家让你屏障，却不让你看账单，可比老君还过分。你别瞎拱火，大圣勿怪，小仙这就告知。但按理说，我不该说出来。那不如我帮你讲。天宫隐秘，你能知道？当我穿越前没看过电视剧啊，一说西海龙宫，我就知道缘由了。龙三太子敖烈因烧毁了玉帝所赐的宝物，被判了罪，安排他前往鹰愁涧等候取经人西行，以此赎罪。不对吧，老弟？那瑶池为何要避嫌？猴哥啊，按理说你这趟西行，兜率宫、瑶池、龙宫、地府都是要避嫌的，为什么呢？老孙平了他们的账，他们躲债呢。不错，哪儿有不躲债主的？嘿嘿，凡间说讨债难如修仙，岂不闻诸天神佛也要躲俺的债？那些玉帝御赐的宝物，如今指不定在哪位瑶池仙子手里。小白龙既然给瑶池平了账，瑶池的人自然不便出面去见债主。哈哈，有趣！老弟说的透彻，快去快去，老龙王该等急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龙宫办事比俺老孙周全不到哪里去。看来猴哥是真觉得龙王确实毁了御赐宝物，才得惩罚。那要不要打个赌？哦，赌什么？一根毫毛，这位三太子一定不是跋扈冒失之人。有趣，赌了。大圣与上使联袂驾临，西海蓬荜生辉，快快请坐。
老烈，过来见过大圣。敖烈见过诸位上仙。猴哥，那龙女似有天仙修为，但却不像能闯祸的样子吧？老弟在这块果然是颇有建树，天上那点小算计全让你整明白了。普通人没门路学本领，只好学点左道自保了。居然连玉帝所赐明珠之事都查清楚，不愧是司法天神体系内的人。只是我不明白，为什么你连鹰愁涧这个地名都能猜到？总不能说是因为八三版这么演的。猴哥脱困之地在两界山，此后西行取经。两界山附近能使潜龙在渊的水域拢共没有几处，大点流沙河、太原，小点的就只剩鹰愁涧了。可以啊，老弟，算你有几分见识。还以为他只是个圆滑狡诈的小人，没成想还有几分大圣，韦天将，此间事了，我先回宫复命。俺老孙也得走了，回去看看那和尚死活。下去吧，受人之托，我给你带路。多谢上仙。上仙，甭客气，你我都是天仙位格，论修为，谁也不是上仙。况且你此次西行结束，功行圆满，就该升到金仙了。到时还需三太子多多关照才是。这位天仙说话好客气，和父皇说的那些天宫上仙不一样呢。韦仙长，西行难吗？不难，就10几年，忍忍就过了。那路上妖怪多的，父皇说西行路上会有许多劫难。是有劫难，不过都是老和尚的劫难，跟你们4个下凡仙家没太大关系。那老和尚好相处吗？老和尚爱念经，你尽量不化人形，他就不念经烦你。父亲说天仙傲慢，可韦道友却这样随和，父亲说的不准。天兵失令，要速战速决，别让天将水军支援。你们制定的天规只顾你们自己，顾不上我们凡间散仙。麻烦了，水下斗法，水苏可厉害得多。先突围，回头再让银队带人把这帮功劳全抓了。无知水族，竟敢对天将上仙无礼！神龙法身，渡海龙族，快逃！韦上仙不必多虑，真龙法身，水族无不退让。看来在这儿，三公主才是真上仙。此地是我等生息之所，不可后退。还在这里碍眼！不必怕，三公主，我们只是借助，过段时日，洞府终究要还给本地妖仙，必酿造惨剧。上仙贵为天将，却心存人善，照韦上仙所说，去吧。多谢上仙，多谢上仙，多谢上仙。韦上仙连我水族、天仙都是这般就好了。就是这里了。做真龙行宫，老旧了些。明明水越深，天仙的法力削弱越大。龙族怎么一直没造反呢？三公主稍微忍耐几天就好，事已办到，我该告辞了。韦仙长，下次见面是什么时候？不会很久的。
记得把他的马卷走，逗逗那和尚。马没了，悟空，我的马没了。嘿嘿，你前世可是连如来讲经都不屑一顾，前世威风也威不过神佛妖怪，如何不怕？看来是把你实势胆量都用尽了。师傅今生这等怂包，等觉醒佛子神识，不会难为情吗？小白龙久违了。大圣，大圣，是否要打我几棍？天上诸神随行关照，大圣若不与我斗法，怕是不好交代。哼，不必。阿伟提醒过，俺老孙用个翻江倒海的神通，把水搅浑便可，何必刻薄你这后生？多谢韦上仙和大圣好意。事宜妥当。回太阴真君，韦校尉已把事情办妥，龙女已加入西行队伍。好，龙宫只要加入了西行队伍，御赐宝物这一篇就算彻底接过了。广寒宫这边你一直得力，我已向瑶池那边通报，近期会将你调任瑶池，位列金仙。谢真君推荐。那位韦校尉办事机敏，心思缜密，若能入你麾下一并带去瑶池，想必你在王母面前会更受器重，可多同他往来。是，谢谢师父指点。都说过多少次了，工作时称职务。妖姬，韦校尉，瑶池那边捎来礼物，说是新酿的琼浆成了，给你带了一份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龙宫也捎来了礼物，说是封神时留下的剑重起风，给您送来了一口法剑。放那儿，放那儿。还有就是北极那边都堆到一起，堆一起。北极天降玉髓，对修为有益，天游副元帅给送过来了一块。这个，你给我吧。天游元帅谁呀？之前没听过这号人。前任水军元帅天蓬的副将，你怎么认识他？大圣府的人这么受欢迎吗？哎，张伟，怎么所有人都认识你了？你到底干嘛去了？听我解释，听我解释。你到底干嘛去了？听我解释，听我解释。韦校尉，天庭有旨，韦校尉接旨。臣接旨。司法天神殿校尉张伟，自下界飞升以来，平妖分、镇魔窟、定龙宫，屡立殊勋，今擢升为偏将，即日就职，配属五行辟易令，协办西行要务，钦此。臣领旨谢恩。偏将，你连都尉和裨将都没当过，直接跳到了偏将。校尉、都尉、裨将、偏将，你跳了整整3阶。先听太白金星大人把话说完。此番擢升是因偏将方可配属五行辟易令，此令乃天庭重器，克制五行禁制。西行路上有流沙河，河中盘踞一神，乃昔日卷帘大将。卷帘大将沙悟净，你倒见闻广博，既知此人，便也省事。你此次下界，携五行辟易令前往流沙河，破其神识，将其化为傀儡，交于取经人。破其神识，化为傀儡，意思是我要去抹去他的记忆。卷帘大将被贬流沙河，
每7日飞剑穿胸100余次，杀不死，便抹去记忆，加入取经队伍。看来琉璃盏只是幌子，这水比流山河深。明白。何时动身？即刻动身。南天门已有天兵随行待命，去吧。你已升至偏将，但卷帘实力之强，怨气之深，非一般天将可比。此行小心。放心。吃俺老朱一耙！嘿嘿，打得好！来了，来了。猪头到底是做过天蓬元帅的，倒有几分神通。不过这年头的河妖都这么能打。猴哥，那是玉帝禁卫首领卷帘大将。天蓬敕令，定水，火杀，开河，翻江，九尺，荡魔，那是天河的元帅发下。他娘的，纯纯的天兵招数，杀神战将，猴头怎么来帮我？哼，你这猪头元帅还需要我帮忙？大圣，元帅，不如让我试试。就你？你要能行，我猪耳朵割半个给你下酒。老弟，那天宫禁军、玉帝进士是最能打的一批天将，你被打个魂飞魄散，我去地府也捞不动你。瞧我的吧！卷帘大将何在？天庭有旨。末将恭迎天使，天帝还记得我。天使来此，可是召我回返天班。什么职位？守门也行，御马监也去，只要能返回天庭，什么都行。我等何时动身？不是召你回去，玉帝命我回你神石，护送金蝉子成佛，功成后入佛国，赐罗汉法身。要我下界为妖，我来；要我揽取经人，我干。现在要我回去神石，流放佛国，为他严守天宫隐秘，天庭待我。谨遵旨意，我将回你神石。你可有话说？再无话说，请速速动手。少仙，你神使一回，明白了吗？这沙胚进去之前嗷嗷叫，怎么出来之后话都不会说了，跟卵子没了似的。嘿，没气儿了。张伟，你给他淹了？没有。那怎么？都是犯了天条，不讲不讲。猪头，
上面都说你色胆包天，调戏太阴真君才给你贬下来的，真的。也太有种了吧！这么厉害吗？月宫与斗木元君、瑶池两边势力都有关系，比凌霄殿的天神更难惹。我有这胆量。那为什么毁去法身投入朱台？这等重罚比猴哥还重，而且八哥还有紫薇大帝的背景。据说大圣闹天宫后，有位天神指导凌霄殿，差点把整个凌霄殿都掀翻了。凌霄殿、瑶池、斗母三方势力并称天庭，但凌霄殿傲慢至极，本帅早有积怨。看来俺老孙不过小闹天宫，这猪头才是大闹。八哥你好厉害！那凶恶水怪且不论，这龙女生的貌美娇弱，又是为何被贬？我是盗了玉帝所赐珠宝，被贬因筹剑。哼！你真有胆色盗取玉帝四物，我还高看龙宫一眼，可似你这般胆小如鼠，说白了，又是替他人顶了天条吧？哈哈哈哈哈！我不是。龙族示弱，这种烂账不比猴哥背的少了。我奉命送他过来，也同情龙族觊觎。看来所谓西行，不过是打发我们这些触犯天规之神去凉快地方，罢了。那和尚时势横死，真身怕也是闹过天宫吧？说不准。司法殿里的卷宗记录，似是跟佛祖起了分歧，但细节不详。连死十世，修为都要散尽了，恐怕他是我们之中最有胆的，倒也当得起一声师傅。反驳佛祖，屏障散仙，卷入纠纷，闹天宫，替罪羊，西行5人，居然都是被天庭针对的可怜虫，真是凄惨。干嘛？我可没犯天规啊！我过来办差的。嘿，傻胚，跟我们扯上关系，你就等着顶罪吧。哎，别吓我啊！按天宫的做事风格，不是吓你。哈哈，谁吓你了？天规因果霸道无比，能跟我们沾上边，必是因果操控。天江哥哥真落难时，去西海找我，父亲会想办法。嘿嘿，再不济去花果山找我。我熟人少。抱歉，我法身已损，元帅之位贬谪，估计上面会有很大的动静。什么动静？不好讲，也不便讲。你听了会沾上因果，不听为好。回弟，且回天宫复命吧。那就告辞了，几位，过几日再来看你。小心行事，保重保重。怎么才回来？瑶池又来送礼了，龙宫又起风了。有人在门房等了你很久。小小一个偏将，结交的熟。番下界，你知道了多少？真君指的，你知道我指的什么？卷帘、天蓬、石猴、白龙，还有那佛子，5个本该被天庭碾碎的人。被塞进了同一条西行路，内中隐情，你知道了多少？沙僧说的真准，还真沾上因果了。不愿说也无妨，把门合上，安静听我讲。你最近收了不少礼，真君，那些礼物我都没动。我知道，瑶池、龙宫、北极诸星、凌霄赐物，你全都封存入库，登记在册，做得很好，很聪明。但你知道他们为什么拉拢你吗？不知。我不过是个偏将，他们拉拢我干嘛？因为你身上的因果很杂，也很稀有。因果？你身上同时挂着花果山、北极四圣、瑶池仙娥、四海龙宫、西方佛子、凌霄宝殿，还有我的因果。你身上的因果牵连着几方势力，各方都想利用你身上的因果牵动这些势力，在此动荡之时很重要。动荡之时，真君说的是天蓬被贬。天蓬元帅被贬之前，掌8万天河水军，北极四圣之首。论位格，已在太乙金仙之列。他被贬下界之后，水军元帅之位一直空悬。8万天河仙军需要统帅，谁得位，谁就拿到了天庭1半的天兵。地仙、天仙、鬼仙、凌霄、瑶池、北极，天上有名的势力都在争夺。其一，天域副帅，天蓬旧部，掌管水军至今，资历最老，呼声最高。但他是北极斗魔元军一系，好不容易从天蓬手中抠出这8万水军，玉帝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再送回去。
其二，瑶池，西王母主张瑶池战神接管水军，长庙调任瑶池，位列金仙就是为此铺路。瑶池为此已造天河传物。其三，便是凌霄殿，这8万水军，他若拿下，便是实至言归的3界之主。天蓬的空缺早已引来3方角力，给你连升3级，从我这里抢人，是我拿舅舅所为。你猜他让你此时晋升偏将，将来会去往何处？水君，你打算如何弃我司法监神殿，转投凌霄殿下？这个嘛，我已隔绝此间因果，大胆说吧。真君是想让我留在司法殿吧？但真君难道不觉得司法殿已名存实亡？天神顶罪遭贬，将军被飞剑灭口，不服之人法身被毁，投入猪胎，天条废弛。司法殿名存实亡，真君留我用来干嘛？和大圣一样顶罪吗？敢在我面前大放厥词，你可知后果？真君见谅，我只是回真君问话。光天化日的，总不能真把我杀了吧？你不欺瞒上级，倒也不错。随我启程，带你去一个地方。不会把我带去偏僻地方弄死吧？真想弄我，我也跑不了，硬顶吧。鬼神瘴气，若泄露出去，方圆千里十室九空，大役3年。真君是来降妖的，这等体量的大魔，前所未见。真君带我来此，不是出谋。带你来此，是有故人要当面谢你。我在这里有熟人。我来看你了，三妹。三妹，三圣母。将，二哥说你多次下凡照料沉香，传授仙法，我托他带去谢意。只是他不善与人往来，想来是他请你到此，容我自行道谢。小神不敢鞠躬，三圣母言重了。二哥貌似冷漠，实则颇重情义。平日若有不和，请韦天将不要多嘴，你懂什么？我们不要停留太久。小神告退。他还要稳守心神，护佑中原风水，没有余力多说话。圣母法身被毁，与诸葛相似，难道是天龟之力惩戒？是。为了对抗天龟惩戒，我用8九玄功定住了他的位置，但仅能维持他的法身留存，无法维持形体，这导致了他的法身畸变，法力外溢，形成瘴气。所以我在他身上加了2道禁制：其一，用华山地脉封锁瘴毒，不使其泄入凡间；其二，宝莲灯，那是他的本命法宝，灯心不灭，神魂不散，所以即便法身溃散，他仍有余力护佑中原大地，使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。无非一念救苍生，三圣母身陷囹圄，仍恪忠职守。我们的天龟不乏取巧之人，却乏这等慈悲天神，令人愤慨至极。不久之后，沉香如果开山救母，破坏了华山地脉，华山道场崩塌，三妹身死道消，便是沉香弑母。所谓劈山救母的佳话，天龟骤尸之下，竟变成了弑母尸之下，竟变成了弑母惨剧。那是不是可以阻止沉香修仙？没用，天龟因果凌驾一切，沉香哪怕是凡人之躯，也一定会劈开华山，破了我的逆天而行。沉香弑母，杨禅丧子，要人生不如死，便是天龟所需要的结果。1400年前，我母亲犯了天龟，被以蟠桃所化桃山镇压。
天归因果之下，我最终劈山弑母，但只有我知道，那一斧是替他解脱。1400年后，因果流转，杨禅犯下天规，沉香背负了和我一样的命运。将来的某一天，沉香一定会劈开华山，亲手害死自己的母亲，同时中原会失去守护之神，妖魔横行，黑白颠倒，如兰若寺一般。真君带我来此，想告诉我什么？在我回答你之前，你先回答我：自你飞升至今，所见犯天条者，哪个该罚？五指山下化作猪胎，变身坐骑，摧毁神智，10世被杀，母子相残，这些天神都是无辜的。不只是无辜之人受罚，应罚之人反而用屏障、顶罪、替岗的法子全逃掉了。真君，这天条罚不了有罪之人，也护不住无辜之人。不错，我灌江口杨家满门课中职守，但仍不能逃过天规惩戒，连我都是这种下场。你离开司法殿前往凌霄殿，恐怕也不能自保。那真君的意思莫非是我要自成一方天地，使司法神殿位格上升，更议天条，监督众神？你可愿助我？告辞。恐怕没人知道，几天前你还只是个小小土地。天河水军8万，自天蓬去位，通玄至今，今3界共议，分3路统辖。西王母座下，太阴真君掌2万水军，屯于瑶池。斗母元君座下，天游副元帅掌2万，仍戍天河故地。余下水军划归凌霄殿，托塔天王麾下，与天王原部10万天兵合兵一处，共卫凌霄。钦此。天王现在手握14万部众，手下人才济济，3太子，4大天王，现在还多一个张伟。张伟，他不是之前跟我同一批的五指山土地吗？兄弟认错了吧？人家可是手握五行令和天降旗的10权偏将。你倒是升得快，几日不见已是金仙了。别人西行遇险，还不如你改换门庭来得快。当初看你无视各派拉拢，还以为你有远见，原来是待价而沽，为了晋升，连根基都不要了。我留在司法天神殿又能如何呢？只不过是奉命去抓领导亲戚的顶罪小子罢了。不往上爬，最后还不是只能落得个带顶天条的结果。爬上去了又如何呢？下面西行的哪一个不是太乙金仙？这位置多高算高，修为多大算大呢？天庭哪个部门没有脏活累活？你好自为之吧。天将张伟何在？末将在。天王遣令，哪吒3太子借遮天期，由你协同辅佐，即刻动身，不得有误。我刚上任第1天吧，这事我能辅佐个？真武大帝的本命法宝，这种和宝莲灯一个级别的先天灵宝，真能外界吗？希望3太子面子够大。哪吒的太子府怎么是个塔？来者止步！天王有令。这是何意？天王与3太子素有仇怨，后被圣人以因果相限，父子2人不得相互出手。喂，这次又要杀谁？
三太子，天王这次的任务是借遮天旗，我们走错方向了，紫薇大帝在北。我知道紫薇大帝在北，那我们为何往东？因为借不到，所以别琢磨了，放弃吧，想干嘛干嘛去。不是吧？你三坛海会大神的面子也借不到？正是因为我三坛海会大神的原因，人家才不会借。为什么？天蓬被贬，水军大半归凌霄殿所有，凌霄、瑶池、北极三者实力已经不再平衡。这种时候让我这个凌霄殿的人去找借本命灵宝，人家怎么会借？都知道李靖想方设法杀我，我一死，不正是平衡凌霄殿战力的机会？我知道你父子有仇，但我不信李天王能允许凌霄第一战力就这样消失。他多了4万水军，我对他来说已不再重要。李靖用天王令是巴不得我死，北极自然会顺水推舟，因为北极也见不得我活。你若不信，自己拿着天王令去北极借旗如何？就是可惜了你，刚升到金仙就要陪我硬顶天条。三太子，天龟你顶得住，我怎么顶？关我屌事！你连我法身割肉就硬顶了，我肉身消完就死定了。那你还不趁机下凡，多享受几天？你来东海陪我，李天王有没有为难你？再不陪你，死了就没机会了。李天王这次的任务这么难？遮天旗，真武大帝的本命法宝，北极不可能借给我。天王令牵扯着天规咒史，只要借不来，就算是触犯天规。这次让这老贼得手。堂堂三坛海会大神，太乙金仙的威格，何不学大圣闹上一闹，也好过这样自怨自艾。听说那猴子带上了金箍，连凡人都能治得住。再看我呢，这一身束缚，只有等来世再大闹一场了。我不想死在没有你的角落，原谅我。这对我太……至少能死在你身边，算是我最后的自由了。遮天旗，遮天旗，能不能想想办法？听到了。大圣西行，在平顶山背南，没了办法，才来天上求援。求遮天旗干什么？西行途中遇到2怪，正统的道家术士比大圣的神通还蠢，一身法宝毫无办法。大圣无可奈何，便想借遮天旗遮蔽天地因果，用计夺宝。那妖怪是不是叫银角大王？法宝有玉净瓶、宝葫芦、晃金绳、芭蕉扇。你知道的还挺详细呢。如果你说的是真的，这个银角大王貌似也不好得罪。这法宝就没打算瞒着人，摆明了是兜率宫吧？老君这是要出手，彻底弄死孙悟空销账吗？不至于，我知道怎么个事儿了。跟我走一趟瑶人，有人能摆平这事儿。猴哥去搬救兵，怎么把你搬来了？猴哥舍近求远了，借遮天旗，有个人比天王府面子还大。处理完后事了，回去等死吧，别耽误我陪女孩。天上一天，地下一年，时间还来得及。三太子，快去交差吧。好贼子，你进去偷了紫薇大帝的法宝，哪来这么大胆量？我有人罩，哪用得着偷？这野猪精是天蓬元帅。你这莲藕精也没比我强到哪儿去。伟弟，事情已了，我回去了。有劳八哥，我先带三太子回去复命，待会儿找你。紫薇座下第一猛将，由他出面借旗，当然好办。你怎么认识这么多厉害神仙？先回去交差吧。三太子，时间还来得及。东海七女敖灵，多谢上仙出手相助。敖灵，你是敖广的闺女？是的，三太子看似神通广大，实则苦命多灾，多谢大神照顾，助他躲过一劫。
都是同袍，应该的。好，很好，又让你逃过一劫。多亏父亲为孩儿争功，此次成功，我想统领4万水军。混账！押回三太子府，好生看管。哼！是你替他办的差吧？哼，早就听说你八面玲珑，今日一见，果真是通天的面子。天王息怒，此人是司法殿大圣府坐保之人。我可不怕那2人。玉帝、瑶池、北极也指明此人，此人来头不小，难以轻动。你我各有天庭要务，劝你不要逾越雷池，好自为之。我们大圣府出来的哪那么好杀？张伟，这不是伪副将吗？天王府的差好当吗？三太子在军中遭遇不公，我也跟着一起被欺负，简直没有人性。都说了凌霄殿未必好待，还不如真君殿。身不由己啊！长仙关又是去哪儿宣旨？大圣降服了金角银角，我带着仙旨去兜帅宫责罚。责罚老君？玉帝不想干了？谁敢跟老君叫板，也就高举轻放，例行公事。干嘛？大圣降服金角银角，事后老君带了童子回宫。是啊，怎么了？帮我个忙，传旨的时候看一眼兜帅宫那头牛还在不在？不帮，牛不在家又如何？兴许去天河边吃草了呢。就当我爱看牛吃草，帮我一次吧。我记得有人教过我求人办事的态度，应该是怎么样来着？你不答应我就追着你喊妈了。别缠着我了，你这小子可真恶心。瑶池的仙子都有交情，怎么搭上线的？三太子，您还有偷窥的爱好？别岔开话题。回去路上，我托龙宫查了你，3个月内从散仙升到金仙，一个飞升的凡人，一路做到水军偏将。瑶池替你跑腿，大圣替你撑场，天蓬帮你说话，四海龙王争相谢你，你本事可真不小。说说，以你的八面玲珑，怎么会跑来给我这扫把星当副将了？我要是没这八面玲珑，怎么给八臂哪吒当副将？遮天旗的事，我欠你一命。不过你到底怎么办到的？李靖想剁你，竟不敢动嘴下令，在猴子面前，这老东西也是说砍就砍。你什么人？多与人结个善缘罢了。这次的事，邱莹他们也帮了忙，将军要不要见见？得了吧，天上谁都躲着我走，谁敢跟我结交？就当还了人情，替我在同僚面前长长脸。我真有这面子。你有事求我们，带3坛海会大神跟咱认识。都是哥们儿，再说都互相帮过，带来跟大家熟悉熟悉。那可是哪吒，3坛海会大神，他是什么好说话的主啊？上次的事，有劳诸位。好说好说，三太子客气了。自己人都是自己人。加一个。三太子会打吗？可别输了赖账。雕虫，尔等不仅不投降，还胆敢向我反击！天庭应选，天王破。大人，他们太强了。外人马上到，再撑一会儿，一网打尽。你这效率也太慢了，早点结束，去趟东海，有点私事。主帅说了算。
三太子神通广大，我们也助他一臂之力。天罗地网。深渊诸鬼被我一网打尽，老东西，这次你依旧难不倒我。多谢诸位，岂敢！能亲眼见到三太子施展神通，是我们的运气。殊为不易，殊为不易。都是哥们儿，好说。深渊诸鬼被我一网打尽，老东西，这次你依旧难不倒我。三太子久经考验，战功已然不小，可进一步封赏。凌霄殿的意思是，天王手中4万水军应交由三坛海会大神指挥。天王谕旨已到，老朽告辞。我手握14万天兵，凌霄殿也要考虑制衡，甚至要分出4万水军，给到那个孽畜手里。天王，水军即将归属哪吒，若再不除掉他或彻底控制他，这4万水军也将失去掌控。届时，天王手中只剩10万旧部，而三太子羽翼已成。让那白毛鼠上来，有要事相商。圣僧，你要老婆不要？我会洗衣烧火、挖洞做饭、捡柴挑水，我都会呢。悟空，这妖女，你还不打杀了吗？哼，乱杀好妖，取经何用？我看他也不是邪祟，师父要不就从了吧。女施主，你知道什么叫出家人吗？小妖家门不幸，父兄争吵相杀，自己法力欺微，劝不得大家和解。若能与圣僧一同成佛，成了太乙金仙，家兄定会听劝的。这样，父亲和兄长就能和解了呀。太乙金仙，所以你这妖怪来寻我们，似是为了家门不幸。妖怪，你家若在附近，贫僧这几个徒弟以前都是神仙，可去调解。我这大徒弟面子大，人缘好，说不定你父兄会耐他个人情，暂且讲和。我父兄住的且远呢，何况大圣的面子虽大，我那父兄却不会买账。猴子，人家来历出自道家正统，你这齐天大圣的面子不顶用的。他家门不幸，是佛国留下的大因果，得由佛国化解。怪不得这小妖一直缠着师傅。老沙，你知道的真多啊！玉帝进世，果然知道不少东西，怪不得上面要对他下死手。大胆妖孽，胆敢迷惑取经人心事，还不束手就擒！猴子，现在出手就是闹天宫，想想头上金箍。对不起啊，圣僧，好像妖怪不能跟你结婚。三太子，有天王令来。说吧，又要杀谁？这回不难，说是西行路上有只小妖阻挠取经，被天兵缉拿，要你亲自监察。名为白蛟。他怎么了？白蛟是谁？李真英，天王为诛杀三太子，2次毁其法身，妖媚李真英劝服收刀，被天龟波及，攫去仙籍，打入畜生道，转世为白毛鼠。1000年后，白鼠修为妖仙，又一次次败在天王府前，认李天王为义父，从此为调解天王父子矛盾，与三界奔走。
畜生，枉为天庭将官，生身父母。李靖禽兽不如，竟是要逼他亲手杀掉两世兄妹的李真英。天王，哪吒若动手亲手斩杀妖媚，必神智动摇，道行不稳。届时可用魔里海的碧玉琵琶，趁他元神失手，摧毁神识，将他化为行尸走肉。如此，天王不仅拔掉肉中之刺，更能回收4万水军，一举两得。若他不动手呢？不动手便是包庇侵犯，触犯天条，天王可当场夺其魂魄，取其肉身法力。动手是行尸走肉，不动手便是魂飞魄散。加之此乃天王家事，无人可以插手，此计无解。时辰已到，三太子即刻动手斩妖，不得有误。三哥不要伤心。父亲说我阻拦喜行，犯下天条，理应问斩。他还说，只要你斩了我，他就不恨你了。你是三坛海会大神，斩妖诛魔天经地义，不要怕。还不动手！我是妖怪，不是李真英。畜生！李靖，老猪狗，我以千刀万剐还尽收身之恩，若不杀你，枉此一生。以下犯上以子弑父，触犯天规，罪该万死，一律夺赦神智，以儆效尤。而这等老贼不死，天理何在？世上再无三坛海会大神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呢？是真英的错吗？真英不该多事吗？三哥身上好冷，三哥怎么不讲话？真英错了，三哥不要生气。虎毒，尚不食子。畜生！太残酷了！残忍自私之神，借天规之严厉酷烈，实现私欲，从此之后将会成为。不要碰它，连托盘一起丢到丹炉里，用阴阳火反复焚烧。是。神智丢失，会出现天人五衰之象，不食五谷的身体开始流汗，是法力散逸所致。法力散出来，不及时清理，就成了瘴毒，跟三圣母一样。他成了等身手办之后，倒也不讨厌，就是法力散逸，有点危险。韦天将。麻烦你了，不仅收留我，还这样照料三哥。应该的，主帅落难，我这副将也没了别的用处，只能帮他擦擦身子，照顾家人。堂堂三坛海会大神，现在连起居都不能自理。今日传旨斗帅宫，青牛精不在宫内。青牛下界，猴哥该求援了吧？哼哼。
天将大人接令，天王府传来率令，要你即刻前去。大圣西行玉子，金兜山有一妖怪使一只法宝，善收天下兵器。大圣的金箍棒也已被收走。凌霄殿特使天王率本部天兵及水军前去金兜山援护，三太子哪吒仍为先锋。臣领旨，张伟带上哪吒担任先锋。天王，既然要调用三太子，是否需要天王令？天王令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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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再不需要了。人多有什么用？看看我的金刚镯！元帅，妖怪已抓了唐僧，收了诸多法宝，我等的兵器也被收走了，请三太子施展神通法力捉拿妖怪。这畜生，此刻才像个人样。哪吒，前去迎敌。三太子还是神通广大呀，妖怪要顶不住了。只是三太子今日怎么默不作声？妖怪竟能和三坛海会大神斗这么久，也算颇有神通了。不好，快施展法宝营救三太子！不对，那几件半生法宝是哪吒的躯干身体，怎会被轻易收走？大概那全是件极强的灵宝，和玲珑宝塔类似，不妨试试宝塔神威，镇压妖精。这畜生已是傀儡，宝塔也无镇压之用，倒也是一件收妖法宝。若能镇压此妖，又是一桩功劳。妖怪看我法宝！管你这个那个的，给我照收！不好，我的塔！幸亏这畜生已被毁去道心，若是从前，他应该已经杀上来了。终于上当了！不对，你怎么是孙悟空？他是孙悟空？那我旁边的是？怎么突然间没人理我了？我收了什么厉害东西吗？坏了，要遭！我中计了。此人一开始就是哪吒，不是孙悟空。猴子用不了我的法器，否则怎会被轻易收走？护驾！老贼，玲珑塔被收走，快保护本帅！这三昧真火，我等没有法宝，不可用法身接近。容我抛开修复，细看尔心肝何在！畜生！我乃水军副将，尔等主帅遇险，天河水兵听令！不好，我们人少，不可动手，速速退去！天规古板无情，天神傲慢不公，天河水军随我反上天宫！我是天蓬，凌霄殿毁我法身，目母我北击诸神，斗母元君在上，诸将召集我水师残部，此去随我大闹凌霄殿。
贤弟，计策已成。嘿嘿嘿，老孙真是服了。我果然没有信错人。我已遮蔽了天地因果，老弟，现在可以说了吧？到底有何计策，让我等脱离束缚？伟弟，有办法就说。真到了西天成佛，法身被锁在佛国，我等就再无翻身可能了。我确实有一计，可让你们脱困。我需要猴哥和三太子互换身份，走完后半段西行之路。我去太子府冒充三太子，让三太子保护唐僧西行，可行吗？金图洞青牛精有破局之法，绝对可行。好，哪怕不可行，我也愿意试。你们4人要带领金蝉一路西进，只要到达金兜山前不被识破，此计就算成。老君的金刚镯是飞升本命法器，造化在天地之上，玲珑宝塔和金箍跟他没法相提并论。只要熬到青牛精出手，一切都有结果。糟了糟了糟了！大事出了大事了！你们太苦了我也！事到如今还要打我吗？我害死了李靖，已经犯下滔天大罪。牛牛莫慌，你知道的，我们大圣向来擅长处理这种事。什么？死人账也能平？上去见了老君，你就说无意间丢了金刚镯。这可不敢，这是道君成仙时的本命法宝。然后你又把圈夺回来了，金刚镯失而复得。只可惜这期间我们已经拿圈套走了玲珑杵、火尖枪、诸天法器，你只需要守口如瓶，当作没来过。不愧是大圣府的人，呵呵。屏障这块果然有点说法，东西都归你们，告辞。兄弟以后有事也别联络，更别说我来过。阿牛，这里还有一样法器得收走，要不然你这个账我不好评啊。这是要出大事，要出。那猴头狡诈，趁我不备盗走了金刚镯，诸多仙家法宝都被张伟等人拿去了，李天王更是宝塔离手，力战而亡。我与那猴子大战数百回合，抢回了金刚镯，但他们人多势众，我只能先行退回。荒谬！金刚镯是何等法宝，如何能丢？明明是你自己随意出手，害得李天王当场被杀。老君家的牛也不是第一回出事了，当年老君的金丹。诸位息怒，是我老君的不是。道祖哪里话？定是青牛吃的灵丹香宝才能降服得了猴头。李天王与家人关系差，死了也无人问责，想来不是什么大事。些许法宝丢了就丢了吧，好在青牛没有出事。陛下，青牛也是数番苦战才得以抢回金刚镯，念其恪守职责，似乎不应小成大戒。牛没事就好，老君请回吧。三太子反叛，李靖陨落，10万天兵失去统帅，天蓬重掌4万海军，天幽手中还有2万，6万水军仍在紫薇手里。凌霄这盘棋落空了，会不会求我们瑶池出手？心事别挂在脸上，师父，没想到他们真有几分能耐。这个张伟倒也厉害，那些大能竟被他拉到一起。托塔天王被杀，石猴脱了金箍，观音大士，你有何看法？且问这始作俑者是何想法？人间尽知两军交战不斩来使，众仙家把我捆了，是何道理？你也知那是人间法则，如何能在天庭奏效？你特来出使，要作何打算？不妨一说，天帝自会斟酌。回禀玉帝，我们的意思是修改陈旧天规，赦免天蓬等天。如朕不许呢？那就凡界自成一体，与天地隔绝，各自为政。若要管辖，以刀兵相见。
将这反叛天将押至斩仙台。玉帝息怒，此人确是来使，不便杀害。臣等附议，不应杀害使者。凡人上信道义，我天庭也应有仙家气度，请玉帝三思。3家势力，倒有2家不想杀我，还得意？要不是2家需要斥衡凌霄帝，弄死你跟喝茶一样简单。朕现在，你一个小小的天将，杀不掉了吗？斩！散仙张伟纠集天庭贬落之神，公然藐视神权法度，意图对抗天规，该当何罪？4大天王聚灵神，速速施展手段，捉拿一干天庭叛将。聚灵神在此。猴哥！嘿嘿，齐天大圣来也！走吧，把火烧向33重之外。三太子已被张伟解封，2人正在杀向天宫。诸位，谁能告诉我，他刚刚飞升的散仙是如何能寻得这几人支持？太白，臣在，宣杨戬。2郎险胜真君，接旨。2郎神，大胆妖猴，还要我再抓你一次？杨戬，你在逆天而行。请问，逆天而行的是你们？逆天而行，听着多么痛快！真君，幸不辱命。告辞。何不助我？真君即便修改天条天规，也无法改变天庭格局。天庭诸神藏私，天规强权腐朽，不是改几条天规就能解决的。真正的改变，只能通过武力，独立于天庭之外。凡间诸物由司法殿管束，自此不再受制于天规。你的意思是，从此听调不听宣，3界隔绝，互不干涉。对，生命自会找到出路。那几句话，你说得很对。天规强权腐朽，诸天神佛藏私，凡界自成一体，天地各自为政。若要管辖，以刀兵相见。